当夜晚天空中的月亮变成鲜红色，便是诡异复苏、怪谈降临的时刻。身为华国的江毅被怪谈世界选中，如果在怪谈中死亡，那他所在的华国也将被诡异入侵。欢迎乘坐本次21344列车，请各位乘客保管好自己的物品。这是哪里？江毅猛地张开双眼，随后便发现自己正在一节火车车厢中，接着一堆大量的陌生的记忆涌入进他的脑海。我这是进入到了怪谈世界。3天前，全球被一股神秘的诡异力量所包围，受这股力量的影响，一个满是怪谈的平行世界就此形成，而自己正是被这怪谈世界随机选中的探险者。当然，一起被选中的还有其他国家的人，他们将代表自己的国家去探索这个充满诡异与恐怖的新世界。成功所代表的国家安然无恙，失败则怪谈将会降临。而且各个国家为了能更了解这怪谈世界，都用了最尖端的科技去观察本国的探险者，并将他们所经历的一切画面传输到网络上。这就是我们华国的探险者吗？感觉不太聪明的样子啊！千万不要失败，我可不想怪谈降临。原来是这样吗？那我可不能失败。江毅揉了揉太阳穴，将刚才的陌生记忆完全消化掉后，看向了自己面前的餐板上，一本手册被放在正中间，手册旁边是一瓶矿泉水。欢迎乘坐21344列车，这将是一趟快乐的旅行，除非你不遵守规则。21344列车乘坐准则：一，请保管好车票，当列车员检票时请及时出示。二，如果车票丢失，请马上下车离开，否则将会出现恐怖的事情。三，请不要离开列车。四，本节车厢只有6位乘客。五，请不要注视卫生间的镜子超过5秒。六，本节车厢没有婴儿，如果听见婴儿哭声，请无视。七，如果婴儿哭声持续了5分钟，请马上向列车员汇报。八，本节车厢中有饮用水，如果有人向您讨水喝，请无视他。九，本列车不会随意停车，如果未到站停车，请马上离开本节车厢，前往下一节车厢。10，未经列车员允许，不可擅自进入其他车厢。11，如果你感觉到饥饿，请不要告诉其乘客。12，务必遵守列车员的要求。13，每个乘客都有固定位置，请不要随意更换座位。14，如果你发现其他乘客私自更换了座位，请马上报告列车员。江毅眉头微皱，因为从第2和3条规则来看，没有车票，那就没有了一点生还的机会。可真的会是这样吗？还是说其中有一条规则是不正确的？从这节车厢的装潢看起来，应该是10多年前的绿皮火车，简易的餐板，还有略有些肮脏的车窗帘，无比显示年代的久远。江毅看了看自己的座位号，他微微思考一下，便知道了目前他所看见2人的座位号。学生少女是 B-3 到9，中年男人则是 A3 到1。请各位乘客拿出车票，列车员即将检票。江毅赶忙在衣兜中寻找车票，可浑身上下摸了个遍，也没找到一张车票。他的脸上冷汗瞬间流了下来，而直播间中的观众们也发现了这一点。完了，他居然没有车票，这下可惨了，诡异要降临华国了。也不知道国家的智能团有没有方法避过检票啊？这江毅身上没有车票，可怎么办？怎样才能度过这个死局？不行就动用1次豁免权吧。可每个国家就只能动用1次豁免权，要是接下来再次遇到无法解的死局该怎么办？众人互相看了看，眼中满是无可奈何。检票，这可怎么办？江毅又仔细地检查自己的座位，可并没有找到什么车票。丁，宿主成功绑定救赎系统，可指定查看其中1条规则的隐藏规则，每存活30分钟，将多加1次查看机会。查看第2条规则的隐藏规则。当江毅下达命令后，21344列车守则中的第2条规则的下面，竟然缓缓浮现出一行红色的小字：2，如果车票丢失，可装睡躲过列车员的检票。装睡。不过此时也没有时间给江毅多想了，他猛地趴在餐板上，装模作样地打起了呼噜。而其他国家的探险者可没有系统，当他们听见开始检票后，都变得慌张起来。米国的斯洛奇击败坏地捶打着面前的餐板。This is a death. No, I can't die. 斯洛看着不远处的列车员，心中一横，直接站起身，走到列车门前，打开列车门。可还不等他欢呼，一颗头的头颅摔落在列车门内。斯洛已死，怪谈开始降临。欢迎来到规则怪谈的世界，规则怪谈降临，努力活下去。各位到此，游戏即将开始，请做好准备，我要开始了。这江毅到底在干什么？列车员马上就过来了。
完了完了，这可怎么办？守在直播间的众人看江毅居然趴在餐板上睡觉，都感觉他是就此放弃了。可在国家中心的智囊团却不认为这是他想出来的应对方法。装睡会躲过检票吗？不好说，也许列车员会掠过他。而在列车上装睡的江毅，此时正眯着眼睛观察着列车员的一举一动。只见那诡异的列车员走到学生少女的位置，伸出手指就要点在少女的肩头，可马上要碰到时，却又停了下来。等下车再捡他吧。随后他便继续往前走，向着江毅走来。来了！江毅的心脏剧烈跳动着，那种可能等待死亡的感觉令他的肾上腺素飙升。可他的心里对这方法还是有些把握的。根据便是他刚才所看见的一幕，列车员慢慢地走到他的座位旁，伸出蜘蛛腿般的修长手指，就要触碰江毅的肩膀，可伸到一半却停了下来。又是一个睡觉的，等下车再捡吧。就当江毅松了一口气时，那列车员接下来的动作却令他汗毛炸起。检票！嘶哑的声音响起，可却不是跟江毅说的，而是对着江毅旁边说的。他眯着眼看得分明，列车员惨白的手掌此时正放在他旁边的座位的跟前，可在他的眼中，那座位上根本就没有人了。难道我的旁边坐着什么看不见的存在？江毅手心全是汗，此时他的身体都有些僵硬，可那空旷的座位没有一丝的动静，而那列车员也是一动不动地保持着伸手的姿势。就这样持续了大约3分钟，列车员收回手掌，就只此一次，要是下回还没有票，我就把你撕碎。说完继续向前走去。等列车员走远，江毅才小心翼翼地坐起来，他看着旁边空荡荡的座位，眉头紧皱。这座位真有人，还是那列车员故意这样说的？不管了，先看看这节车厢有几位乘客吧。此时列车员已经进入到了下一个车厢，江毅便来到过道中，向着车厢的接口处走去。吓死了，我以为诡异要降临了。这江毅真厉害，居然能发现这一点。这才进入到怪谈不到半小时，就遇到了这么恐怖的事情，也不知道接下来会遇到什么。进入下一个车厢的门，看来只有列车员能打开。于是他又转身开始往回走，观察起了这车厢中的乘客。坐在 A3 道1的是一位半秃头的中年男人，他穿着一件有些肮脏的西服，正低着头看着手中的文件。继续向后走，便来到了那学生少女的旁边。此时少女还在熟睡着，身上穿着的学生服款式看着有些过时。江毅不动声色的又向后走去，来到 A3 道11，一位老妇人出现在自己的眼前。这老妇人低着头，双手合十，低声念叨着什么。听见有人经过，她的声音便猛地停了下来，而江毅也不做停留，继续向后走去。等他走出一段距离，那老妇人又开始念叨起来。走到 B-3 道13，那坐着一位身穿白色蕾丝边连衣裙的女人，而女人怀中居然抱着一个襁褓。江毅突然想到了规则6，本车厢内没有婴儿，那他这怀中抱着的不正是婴儿吗？女人摇晃着怀抱里的襁褓，嘴中还哼着不知名的曲调，哭声尖锐刺耳，震得江毅耳膜生疼。6本节车厢没有婴儿，如果听见婴儿哭声，请无视。7如果婴儿哭声持续了5分钟，请马上向列车员汇报。江毅脑海中想起了这2条规则，要去跟列车员汇报吗？可他总感觉哪里有些不对，于是江毅就准备退回自己的座位，等5分钟过后再去找列车员。可随着婴儿啼哭声的持续，整座车厢的箱壁上竟开始浮现出一道道的裂缝，并且裂缝中还渗透出丝丝的血水。不对，不对！看着开始变得恐怖的列车车厢，江毅马上就使用了系统刚刚新增加的查看隐藏规则的机会。6如果听见婴儿哭声，请提醒婴儿母亲看护好自己的孩子。我说什么地方不对劲呢？那个女人听见孩子哭了，居然无动于衷。女士，您的孩子哭了，哄一哄吧。女人摇晃的动作猛地一停，随后缓缓伸出惨白的手掌，啪的一下狠狠地拍在怀中的襁褓上，噗嘶，一水袋破裂的声音响起。接着江毅便惊恐地看见一股红色的血液顺着襁褓上的缝隙流淌出来。孩子，你看看，都吵到别人了。女人抚摸着已经变形的襁褓，嘴中说着异常温柔的话，而这时那股刺耳的婴孩啼哭声也戛然而止。女士，我就不打扰您了。女人没有说话，而是继续摇着怀中的孩子，嘴上哼着不知名的曲调，即便那鲜血染红了她的白欢迎来到规则怪谈的世界，规则怪谈降临，努力活下去。各位道友，游戏即将开始，请做好准备，我要开始了。
江毅此时正站在列车卫生间之处，他看着卫生间的门，心中犹豫着要不要打开，因为规则5，请不要注视卫生间的镜子超过5秒。他感觉这卫生间的镜子一定隐藏着什么秘密。此时的列车已经启动，外面的景色正急速倒退着。要不我就看1、2秒，之后立马闭上眼睛。江毅望了望，并没有看见列车员回来，那就赌一把。想到这里，江毅便猛地拉开了卫生间的铁门，入眼便是一张长方形的镜子，在镜子底下是一个洗手池，而旁边是一个蹲坑。这也没。江毅心里刚要吐槽这镜子也没什么的时候，他突然在那镜子中看见了一团模糊的东西。1秒，镜子中的那东西缓缓向江毅飘来；2秒，那东西逐渐形成一个人的轮廓，并继续向江毅走来；3秒，那人的轮廓逐渐变得清晰，一个个五官也开始变得立体起来；4秒，随着五官变得立体，一抹血色开始弥漫在这张人脸上；5秒，砰的一声巨响，卫生间的拉门猛地被关上，而江毅也一下子跌坐在地上，浑身湿漉漉的，就好像刚从水中捞出来一样。刚才是怎么回事？最开始江毅只想看2秒，可不知为何自己居然被那镜子中的影像所吸引，忘记了时间。要不是在最后一刻卫生间的门关上，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是谁关的门？江毅看了看周围，并没有发现什么人。难道这只是巧合？不过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了，因为在江毅的余光中，那诡异的列车员正缓缓从车厢的另一边走来。这位乘客，列车已经开动，请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好的，我就是上个卫生间。随后江毅一路没回头，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华国的诡异世界直播间内，此时众人都松了一口气。吓死了，还以为江毅要死了。这卫生间的镜子也太恐怖了，我差点以为诡异就要降临花国了。加油，江毅！而处在华国中心的智囊团，几个国内顶尖的专家开始对刚才卫生间镜子中浮现的景象进行了缜密的分析。刚才那出现的人物像应该是这副本的关键之处，可出现的时间太短了，还是有些模糊。动用电脑加强图像的清晰程度。是，领导。刚才那镜子中的模糊人像已经被拍摄了下来，接着便是要对这图片进行清晰化。此时江毅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开始整合自己所得到的一切线索。这节车厢一共有5位乘客，分别是中年男人、学生妹、带孩子的女人、老妇人，还有自己。他又想起了之前列车员的诡异行为，如果算上那看不见的存在，那这车厢中就一共有6位乘客，正好符合手册上第4条的规则。江毅想到这里，偷偷瞄了一眼自己旁边的空座位，心里还是有些发毛。你好，我口渴的厉害，能给我一瓶水吗？这时，一道低沉的声音从江毅的前面响起。江毅抬头一看，发现是坐在 A3 到1的秃头中年男人。他刚要说可以，却又猛地闭上了嘴巴。因为规则8，本节车厢中有饮用水，如果有人向你讨水喝，请无视他。此时距离得到新的查看隐藏规则的机会还有10分钟。江毅决定先遵守规则，于是他装作打瞌睡的样子，无视了那男人。可以把那瓶水给我吗？男人又问了一次，江毅继续无视他。那男人看江毅不搭理自己，只好又回到了 A3 到1。他回到自己的位置后，马上就翻开餐板上的文件夹，狠狠地写了一个大大的死字。看着那死字，中年男人的脸上慢慢勾起一个病态的微笑。过了10分钟后，江毅直接就查看了规则8的隐藏规则。有人向你讨水喝，请无视他。等他回到自己的座位后，请在15分钟内将手中的矿泉水放到他的餐板上。看见这条规则后，江毅抓起餐板上的矿泉水，快步走到那中年男人的位置，并在男人惊诧的目光中将手中的水瓶放在了他的餐板上。男人刚要说什么，但江毅却头也不回地走了回去，因为这个隐藏规则的后半句是请不要跟他说话。这是什么？江毅回到座位后，突然发现自己的鞋底粘了一张字条，他将字条从鞋底揭下，仔细查看起来。而1344列车副本通关条件 S 级，解开列车上的黑暗秘密，找出诡异源头，并存活至列车到站 A 级，解开列车上的黑暗秘密，并存活至列车到站 B 级，存活至列车到站。注：获得 S 级通关后，可得到一个特殊奖励。既然有系统，那肯定要试试 S 级通关了。江毅定好目标后，将这纸条折叠后放进了衣兜中。他无意间看了一眼窗外，可就这一眼，他却发现了事情有些不对劲，因为此时窗外景色的倒退速度竟开始一点一点的变慢下来，说明这辆列车要停下了，而且是在没有到站的情况下。欢迎来到
规则怪谈的世界，规则怪谈降临，努力活下去。各位道友，游戏即将开始，请做好准备。小白鼠，努力的逃吧。尊敬的乘客，由于特殊原因，本列车将于20分钟后停止行驶，请不要惊慌。随着列车的速度下降，江一看见那坐在 A3 到11的老妇人陡然地站了起来。不要停车！不要停车！对不起，这位乘客现在不能进入别的车厢，请不要吵到其他乘客，否则我会把你撕碎的。不，你不知道，如果停车，他会苏醒的，恶魔会苏醒的。不要停车！看来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跟列车员发生矛盾。看着眼前血腥的一幕，江毅忍不住地干呕了几声。请其他顾客在座位坐好，不要随意走动哦。他在一张白纸上大大的写了一个活字，男人忍不住呵呵地笑了起来，眼中闪烁着贪婪的光芒。根据规则9，我应该赶快前往下一个车厢了。可是前往下一节车厢必须要通过列车员的允许。老妇人的遭遇，我觉得自己说服列车员的概率并不大，还要动用系统啊！系统查看第10条隐藏规则。10未经列车员允许，不可擅自进入其他车厢。但要是必须进入其他车厢时，可以对列车员说：“我知道列车停车的原因。”列车员能过来一下吗？您好，您有什么问题吗？我要进入下一节车厢。这位乘客，你在开玩笑吗？我知道列车停车的原因。什么？你说的是真的？如果我说谎，你可以撕碎我。看着如此自信的江毅，列车员也不敢拖大，直接用无线电向列车长汇报。给他1个小时，找到原因，让列车正常启动。你也听见列车长说了什么吧？给你1个小时，找到原因，让列车正常启动。可以。江毅站起身，便向2号车厢走去。至于为什么不去4号车厢，因为这节列车不算车头的话，一共就3节车厢。在最开始，江毅站到卫生间门口时，就发现了一个怪异的地方。要知道，卫生间的旁边就是通往4号车厢的拉门，可江毅站到那里，却感受到了呼呼的风从门缝吹进来。于是他便大胆猜测，自己所处的3号车厢其实是最后一节车厢。好像在太阳下暴晒后的猪肉。江毅小心翼翼地踏入车厢中，那股腐烂的臭味更加的浓郁。这些怪人听见关门声，居然没有一丝的反应。江毅要仔细观察身边的黑袍怪人时，一股炙热从手心传来。这是怪谈手册。他翻开手册，这才发现手册中的规则居然发生了改变。1344列车乘车准则：1，在本节列车车厢，请不要发出声音；2，不要寻找腐臭的来源；3，本节车厢已经满员，请多余的乘客及时离开本节车厢；4，本列车不会在雨天行驶，如果外面下雨了，请赶快离开本列车；5，记住，你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幻觉。这一共有5条规则，可第5条规则，这条规则的字体居然是手写字体，与之前那几条规则的字体根本就不一样。江毅感觉那股腐臭味更加的浓了。快，我必须找到一个藏身之处。随着江毅藏好身形，那股腐烂的气味开始慢慢淡去，直到恢复江毅刚进来时的程度。在他的面前，有着一条条的血红色的管状物，那些管子从黑袍人的袍底伸出，钻进车厢的地面。这居然是活的！欢迎来到规则怪谈的世界，规则怪谈降临，努力活下去。各位道友，游戏即将开始，请做好准备。小白鼠，努力的逃吧。奇怪，小老鼠不在这梦，是我感受错了。就刚刚那骷髅头的突然出现，差点没让我惊呼出声。可他心中一直牢记规则，所以立马用手捂住了嘴巴，不敢发出一丝的动静。看来这怪物是个瞎子，
至于之前为什么能准确的找到江毅的藏身之处，还得赖他的手写。由于宿主接下特殊任务，本系统将临时更改获得隐藏规则的时间，由原本的每存活30分钟可获得一次查看机会，改为每存活10分钟可获得一次查看机会，有效时间为1小时。系统查看规则1：在本节列车车厢，请不要发出声音，除非你能不碰触到红色的管子。果然是这样，原来这些管子不能碰的，这不就跟蜘蛛的蛛网一个原理吗？靠震动锁定猎物，如果1个小时后列车还不能开动的话，那自己就真的危险了。虽然规则不让去寻找，可感觉那腐臭的来源才是逼停列车的主要原因。要下雨了。规则4：本列车不会在雨天行驶，如果外面下雨了，请赶快离开本列车，不会在雨天行驶。可现在列车并没有在行驶，那我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出去？江毅随即盘腿坐在过道上，等待下一个查看隐藏规则的机会。外面居然有人！江毅在不经意间突然看见，在列车的不远处，好像站着一个打着伞的人，眯起眼睛仔细看去。人呢？只是一个眨眼的功夫，那撑着伞的人影居然消失了。江毅心里有些发毛，于是便转过去，不再看左边的车窗。可当他看向右边的车窗时，浑身猛地一僵，因为那人影居然又出现了，而且离列车更加靠近。由于距离缩短，江毅终于看清了那道人影，双手自然地放到身体两侧，惨白的手指微微弯曲。至于那把雨伞，则被他歪着头，死死地用嘴咬住。一段颤抖着苍老的声音缓缓传进江毅的耳朵：“小白，让奶奶进去吧。”不，他是假的，是假的。江毅直接蹲在地上，心里一直重复着这句话。即使窗外的人念出了自己的小名，而这小名还只有自己的奶奶知道。小白，这如咒语般的声音一直持续到这场大雨的结束。窗外那究竟是什么东西？江毅不知道，也不想去探究。他只得庆幸自己没在下雨天出去，要是出去的话，宿主您目前有2次查看隐藏规则的机会。查看规则2，查看规则5。规则2：不要寻找腐臭的来源。如果你要坚持寻找，不妨打开箱底看看。规则5：记住，你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幻觉，心境才能看穿一切。这第5条的隐藏规则是什么意思？心境。江毅眉头紧锁，一时没有什么头绪。不管了，先寻找腐臭的来源。这个黑红色的心脏静静地躺在暗格里，并且在心脏的周围还有着数条红色的管子插入其中，这居然还在跳动。而随着心脏的跳动，一股极致的腐臭味扑面而来。原来那腐臭味的源头就是他。江毅屏住呼吸，等味道散去一些，才敢轻轻吸几口气。小老鼠，找到你了！江毅瞬间汗毛炸起，猛地抬头向四周看去，不知在何时，那些黑袍人居然都悄无声息地站了起来，他们全身隐藏在黑袍当中。不对，肯定有什么地方不对，难道还有我没发现的规则？欢迎来到规则怪谈的世界，规则怪谈降临，努力活下去。各位到友，游戏即将开始，请做好准备。小白鼠，努力的逃吧。看来就止步于此了。记住，你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幻觉。是啊，既然我没有触犯规则，那就不可能受到诡异的侵袭，一切都是幻觉，是幻觉。虽然身体上还感受着剧烈的疼痛，可他知道，当幻想逼真到一定程度后，大脑会对外界的感受产生错误的认知，心境才能看穿一切。江毅开始调整自己的呼吸节奏，放空自己的思想，不去理会周围所有的景象。接下来该乘务员上场了，列车员，你可以过来看看。已经找到原因了吗？列车员有些厌恶地看了看车厢内的黑袍人，不过还是走了进去。自己看吧。这帮死人居然敢这么做，让他们上车已经很不错了，还想窃取。说到一半，
列车员马上住嘴，不再往下说了。太感谢您了，这位乘客。哈哈，我也是想早些到站而已。乘客，请回到3号车厢吧。随着心脏的离开，而腥臭的气味也开始慢慢的消散。本次列车恢复正常行驶，请各位乘客回到自己的座位。可就在这时，他突然注意到，在那暗格里好像有一张纸。等一下，那张纸可以给我吗？江毅指了指暗格的方向。可以。这是报纸的一角。他将那一角报纸抚平，就要仔细看去。您要不回去再看吧？不好意思了。江毅收起报纸，转身向自己的座位走去。就在江毅来到自己的座位时，突然发现自己的座位居然被其他人占了，而占那座位的人竟然是之前已经被列车员杀死的老妇人。那老妇人此时并没有在祈祷，而是双眼直愣愣地注视着前方。大娘，您坐错位置了吧？江毅试探性地问道。老妇人张了张嘴，好像在说什么，可并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系统，我还有几次查看隐藏规则的机会。宿主，您还有一次机会。江毅思索片刻，说道。查看规则13，每个乘客都有固定位置，请不要随意更换座位。如果发现自己座位被人占据，请对他说数字120814。什么？120814？江毅有些懵，这数字有着什么特殊的含义吗？不过既然系统给出这个隐藏规则，那就说明不会有什么错误。120814。老妇人浑身一颤，有些惧怕地看了江毅一眼，随后便颤巍巍地站了起来，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江毅看见老妇人回去后，将衣兜中的一角报纸铺平，仔细看了起来。据落日新闻社报道，昨天下午15点20分钟，一列从浦西站开往如月站的21344列车途中发生了导致一节车厢中，这个事件影响很大。由于只是一角，这篇报道并不完整，终于得到关键线索了。江毅翻过另一面，而其中一则不起眼的小新闻再次吸引了他的注意。近期出现一个名叫暗理会的邪教组织，请广大人民注意防范。上面还有一张小小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身穿黑袍、头戴尖尖黑帽的人。这不正是之前我在2号车厢见到的那一群人吗？居然是一个邪教组织。江毅感觉头脑有些混乱。这邪教组织会跟这列车上发生的事情有关吗？目前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证据，可江毅总感觉那些邪教之人是这黑暗秘密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欢迎来到规则怪谈的世界，规则怪谈降临，努力活下去。各位到老，游戏即将开始，请做好准备。小白鼠，努力的逃吧。如果面前有一盘食物，江毅感觉自己会狼吞虎咽的把它吃掉。小伙子，我这儿有一碗臭豆腐，你要不要？这是我刚刚做的，味道不错。本能的想说自己饿，但突然想起规则11。不，谢谢，我不饿。不饿？怎么可能呢？你现在应该很饿才对。你闻闻这香味，是不是很诱人？真的，我不饿，谢谢你的好意。你知道吗？有时候承认自己饿了并不是坏事，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是的，你看，这里有很多规则，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只要你承认自己饿了，这碗臭豆腐就是你的了。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你不明白？好吧，让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在这个列车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而我是猜中了死字的人。猜中了死字？你应该承认自己饿了。对了，那样的话，我就能按照规则把你解决掉。真是有趣，希望将来还能遇见你。你应该再看看那个洗手间的镜子。查看规则11，如果你感觉到饥饿，请不要告诉其他乘客。你可以跟列车员申请去1号车厢用餐。列车员，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我要去1号车厢用餐。好的，请跟我来。2012年8月14日，据落日新闻社报道，一列从浦西站开往如月站的21344列车在行驶途中突发大火。根据消防员事后侦测，发现起火点为3号车厢，此事引起了铁路局与公安的高度重视，因为起火的原因竟然是人为。根据幸存者的回忆，纵火者为117 8岁的女学生，并且在放火前好像高呼什么，可并没有人听清楚。此纵火者在本次事故中已经死亡，其他遇难者为一位老人和一位带着孩子的年轻女人。果然，造成一切不幸的源头就是那女学生了。
可他为什么会这样做？江一在这张报纸上寻找一些线索，可并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尊敬的乘客，本列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各位下车的乘客准备好行李。江一深吸一口气，他知道最终的决战要开始了。让你活到现在已经是我大发慈悲了。我有一个问题想不通，希望在死之前能知道答案。江一此时并没有慌张，而是一脸的平静。什么问题？我会满足你临死前的愿望的。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杀了我？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太小了，我想去更大的地方看看。你要降临到现实世界？哈哈，聪明！我感觉我的愿望就要实现了呢。我感觉你的愿望是不能实现了。你就不要自欺欺人了，列车马上就要停了，等列车到站，那些规则就要失效的。也许你忘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女学生看见江一拿出的东西，神情微微一愣，她确实是把这件物品给忘记了，因为她并不认为列车长会给江一什么有用的东西。你也知道手上的东西没有什么用吧？你就安静的等着被我吃吧。女学生看向江一的眼神就像一条毒蛇看着一只青蛙。此时列车已经完全停了下来。现在规则已经失效，我马上就可以降临现实世界了。你可以死了。你应该猜到的。列车长居然把它给你，这其实是你的心脏吧？列车长，我要把你烧成灰。哥哥，江一，你不要以为真可以逃脱得了，我们暗理会已经盯上你了。暗理会？你是暗理会的人？那新闻上报道的事件？哈哈，那是我们暗理会最伟大的祭祀，所有被祭祀的人都会得到永生。你们在追求永生？你不懂，永生只是其中之一，我们暗理会的目标要更加远大。尊敬的乘客，本次列车已经到站，请乘客们马上下车。再见了。恭喜宿主成功通过第一个副本，系统将进行升级，请宿主耐心等待。华国探险者江一，通关等级 S 级，奖励2选1： 1奖励探险者一次复活机会，2的奖励探险者所在国家的国运增加1点。华国国运目前为5点，请探险者选择。